好，在说完了这个环路啊所引起的一些问题，或者说冗余路径所引起的一些问题以后，那么下边呢，我们来说生成数协议 STP 它的一个工作的原理。好 ，STP 的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去消除网络中，特别是交换网络中的环路。所以说 STP 是一个交换机和交换机之间的协议。啊，这个东西交换机和路由器之间，交换机和我们的 PC 之间是没有办法去运行这个协议的，只有交换机和交换机之间才能运行生成数协议。它就是为了解决交换机之间的环路问题的。啊，所以说它的目标是消除环路。那么在这个网络里面，首先我们看到物理连接是有环路的，啊，物理连接是有环路的。那么我们如何去消除它呢？生成数的目标是什么？生成数的目标是最终我将某一个端口给你阻断掉，看在这儿啊，阻塞掉或者叫阻塞掉某一个端口，阻断掉这个端口以后，那么这个端口就不再转发数据了，不再转发数据了，意味着这条线就没有了，意味着这条线就没有，因为你这个线不转发数据，就相当于那条线没接嘛，对吧？那么如果说你这条线没接，或者说这条线已经没有了，那么 OK， 整个的环路，你看在这个网络里面，从 D 啊到这个 E， 那么我们就直接从上面绕一下过来就完了。所以说环路就此解除。这就是生成数里边最主要的目标和工作方式是什么呢？目标就是消除环路，最简单的办法啊，或者说消除环路的最终的办法就是阻塞掉某些端口，然后让你的这个网络成为一个没有环路的结构，就这么简单。但是在这里边又出现了问题，看。大家3台交换机很有可能是一样的，甚至于啊，可能有同学在工作中会发现，你这里边有很多交换机，可能我们一个小项目过来10个8个交换机都很正常，而且是同一型号的，大家都一样。那么所有的线路，看我们这儿 E0-10、E0-10、E0-20，反正所有的端口要么都是以太网口，要么都是快速以太网口，要么都是 Gbit 以太网，也就是说，要么是10兆，要么是100兆，要么是1000兆，有可能是万兆。但是大家的这个端口带宽也都一样，那对于所有的线路和端口都一样的情况下，那你凭啥就把这个端口给剪掉呢？而且在这张图上我们看出你这个动作做的是有问题的，你不应该剪掉这个20端口，因为如果你剪掉了或者说叫阻塞掉了这个端口以后，那么 B和 C 这2台交换机后边的这2个网络啊 ，D 和 E、LAN D 和 LAN E 这2个局域网，他们想要访问的时候，这同一个微 LAN 啊，他们想要访问的时候必须这么绕，因为你中间条线已经没有了，这很明显不是一个最佳的或者说最近的路径，而是一个最远的路径。那么如果说你不把它阻塞掉啊，把它连上，把这边阻掉一个，那么它其实就这么过来了，这才是最佳路径。所以说生成数你凭什么把这条线路给我阻断掉？这个你得说道说的。啊，那么在这个里边啊，生成数肯定会说明我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啊，生成数肯定要说明我为什么要这么做的，而且生成数在做这个东西，就是任何一个网络里面我都这么做，我可以保证你们没有环路。所以说这就涉及到了我们下面的内容。啊，就是生成数的计算依据。好了，那么在说计算依据之前，我们还得说，你生成数你光把这个东西给我阻断了不行，万一说我这边的链路断掉了呢？啊，比如说万一说我这边这个链路断掉了呢？如果说这个链路断掉了，那么你这条线还在，你只不过把这个端口给我干掉了，对吧？我们刚才说是阻断的那个端口，并没有说生成数作为一个协议啊，灵魂出窍，然后啪把那根线给你拔下来了，这个不可能的。那怎么办？那么在某一个线路断掉的时候，你生成数要能够自己的将原来被阻塞的那个东西恢复回来。恢复回来以后，那么对于他们2个，甚至于 A 跟 C 之间还是可以访问的。A 跟 C 可以这么访问。
他们可以这么访问，还是可以访问的。所以说，生成数不仅要计算出来阻断什么东西，它还要知道哪些链路断掉了，然后我把那个备份的刚才被我阻断的那个链路给你恢复回去，让你这个网络可以继续运行，这就实现了自动化的一种方式啊，自动操作、自动运行的一种方式。这个方式也是非常好的。好，那么我们来看看生成数到底该怎么用。刚才呢，我们说到生成数是一个交换机和交换机之间的协议，也就是说，只有交换机设备之间可以运行生成数协议。那么运行这个协议啊，我们后面会逐步的去谈到。大家可以现在记住的一点是，任何一个协议啊，基本上都会有自己所定义的一些协议内所需要的数据的报文。这个报文携带了这个协议内所自己需要的一部分数据，然后大家相互去传递。传递完了以后啊，我们就可以依据这些需要的数据、需要的这些字段来进行一个计算了。那么生成数所携带的生成数协议所生成的这个报文，就是携带自己所需要的参数的这个报文，叫做什么呢？叫做 BPDU， 叫做 BPDU。这个东西翻译成中文呢，叫做桥接协议数据单元 ，Bridge Protocol Data Unit。这个东西是生成数用来和别的交换机和交换机，或者说一个交换机和其他交换机交换自己的一些生成数所需要信息的。这个东西呢叫做 BPDU。那么 BPDU 有好多种，我们在这儿只说一种，配置 BPDU。注意，这个配置 BPDU 呢，这个配置不是一个动词，而是一个名词，不是一个动词，而是一个名词了。那么这个名词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叫做 configuration 英文翻译过来叫做 configuration BPDU。好。首先生成数，我们通过生成数有了 BPDU， 大家在交换 BPDU， 那么在交换完 BPDU 以后，就可以去进行计算了。生成数运行和计算的步骤一共是3步半，或者说有的教材上说是3步，那么我在这儿呢更愿意说是3步半。好，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这几步都是干什么的。第一步，生成数的计算过程，第一步是所有设备，当然这个设备只有交换机了， hub 不行，路由器也不行所有的交换机来进行什么一个事情呢？选举一个根交换机。所以说呢，简单的说，第一步叫做选根第一步简单的说叫做选根全面的描述一下所有的设备，所有的3台或者说你这网络里面反正有多少设备吧那么它都会去选举一个根交换机，选根。那么选根的意义在哪儿呢？2点意义。第一点意义，一个数它既然叫数，生成数，那么一个数肯定是要有一个根的。那么在我们的网络里面，我们之前也说过我们的网络里面现在呢大部分都是以有树形结构或者说是星形结构为主。不管是树形结构还是星形结构，它都有分级的，或者说有那个核心节点。那么对于选根来说，就是首先我们要在网络中找到谁是核心，谁是那个核心节点，或者叫做根节点。那么对于交换机来说，就是谁是根交换机谁是根交换机，这是第一个作用，找到谁是根交换机。第二个作用，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配置 BPDU， 如果你的网络完成了生成数的计算，那么这个东西只有根交换机能发出来，别的交换机都不能发出配置 BPDU。所以说选举根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决定谁来发这个东西。2个功能。那么选举根交换机怎么选择呢？有一个规则生成数说我定义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就是选举根交换机的规则。什么规则呢？是这样的，每一个交换机在启动之后都会有一个叫做 ID 的东西identifier ID。
这个呢叫做交换机 ID 或者叫做桥 ID。或者叫做桥 ID。那么交换机呢的前身是网桥，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东西呢有可能叫做交换机 ID， 有可能叫做桥 ID。一样的东西，一样的东西。好，那么当你有了这个桥 ID， 每一个设备都会有一个桥 ID， 然后生成数规定谁的 ID 数值最小，注意它是最小的数值。ID 的数值最小，反正 ID 就是一串数嘛。比如说，就是每一个交换机有一个身份证号，然后呢，我们也不管这个什么了我们也不管这个你的身份证号到底是这个怎么样的了。然后我们就规定谁的身份证号的那个数，你15位也好，18位也好，反正是一个数字嘛，一堆数值嘛，谁的数最小，谁就是根交换机。谁的数最小，谁就是根交换机。那么每一个设备都会有一个这个东西。然后这个我的信息或者说我的 ID 是怎么告诉别人的呢？就是通过那个配置 BPDU， 这个东西会放在那个配置 BPDU 里面，然后发送给别人，别人就知道了。好。那么说，你刚才不是说只有根交换机能发送吗？那么如果我这个网络还没有计算完呢，那怎么办？或者说我这个交换机是新的，我还没有跟他们参与计算呢，那我是不是跟桥？我能不能发送这个呢？注意，然后生成数又规定了一个东西叫什么呢？如果一个设备全新启动，就是这个设备跟别人没有任何过生成数的计算过程，它是一个新机器，它自己启动的。如果一个设备全新启动的话，那么我们让它自己认为自己就是根交换机。那假设说这个网络里面就这一台设备，我们特别小的一个网络就这一台设备，那肯定它是根，因为不用选就是它。对吧？但是那它怎么办呢？就是每一个设备自己启动的时候都认为自己是根交换机，那么自己就能把这个东西放到 BPDU 里面发出去。如果这3个设备同时启动，那么好，大家相互去发送自己的这个 BPDU 里面包含了 ID， 自己的 ID。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3台设备，每一台设备都能知道别人的 ID 是多少，对吧？然后他也能知道自己的 ID 是多少。所有的设备，既然你运行了生成数这个协议，那么你就必须遵照生成数的计算规则来完成。那么对于这个设备来说 ，OK。你知道了别人的 ID 是多少，你也知道了你自己的 ID 是多少，生成数协议告诉你谁的编号或者说谁的数值最小，谁就是根 OK， 那么你就自己去比吧。A 说，你看我是32768点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也是32768点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也是32768点什么什么什么，那比呗，数值谁小，从第一位最高位开始比前面5个都是32768，那比不出来，再比后面的。什么0010、0010、0010也比不出来，再比后边的 FC16、FC41、FC41，好了，不用比了，它的最小，因为它到这儿是16，而对于他们2个来说都是41，是不是？它的最小，所以说在这儿A 被选为根交换机。对于 B 和 C 来说，同样是这样，他们知道 A 的地址 ，A 的这个 ID 是多少。他们知道 A 的 ID 是多少，也知道自己。那么好了，一比完了以后发现，愿赌服输，你的东西不是小吗？那就依着你来，你就是根交换机。好，这个就是第一步选根，生成数的第一步选根，依据是什么？依据是所有设备去对比自己的那个 ID 设备 ID 或者叫做桥 ID， 最小的 ID 成为根交换机。那么这个 ID 下面我们来再继续的展开讨论一下，这个 ID 到底是怎么来的？说这个 ID 你怎么分配，你才能保证说是没有重名的呢？对吧？或者说我们的身份证编号，你怎么能够保证这个没有重号的呢？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身份证号，对吧？前面几位是你这个户口所在地啊，哪个省哪个市是吧？哪个区县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中间那一部分呢是你的生日啊，什么88年3月5号啊，什么90年6月1号啊等等，反正有一大堆生日，对吧？然后最后那几位啊是一个保证你的编号不重复的。想想看啊，这个在一个地方，对吧？在某一个医院里边，这一天得生出个3、5个孩子来，这很正常吧？那么这几个孩子如果都是本地人，那么很有可能他们前面的编号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生日一样，对吧？然后你的户口也一样，都是本地人嘛。然后那怎么办？那只能靠后几位去区分，啊，只能靠后几位去区分。如果你生日不一样，这倒好办了，对吧？所以说，对于生成数来说也是一样，你这个东西如何去保证每个设备的 ID 是唯一的呢？我们来看这个 ID 分成2个部分，前边有一个部分32768，后边有一个部分啊什么0010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么这2部分是什么呢？注意，这个东西叫做优先级。后面这个东西很简单，一看大家就明白 ，MAC 地址。啊，那么这个前边的这个32768，这是一个叫做优先级的参数。这个参数我们可以去修改，它的取值范围是多少呢？它的取值范围是从0到65535，但是啊，这个0到65535的取值范围啊，并不是所有的数都能用，而是什么呢？我们要求这个值必须是4096这个数值的倍数乘以 n， 啊，不是 n 次方啊，是4096乘以 n。4096乘以 n 取正整数啊，或者说 n 取非零的正整，就是 n 取这个0以及正整数。好，首先4096乘 n 等于0，那么这个值就等于0；n 等于1，这个值就等于4096；n 等于2，这个值就等于8192，一直乘，肯定乘不出65535来，应该这个取值范围最后一个应该是61440，因为如果你 n 等于16的话，最终乘出来的这个值是多少呢？ n 等于16乘以4096，最终得出来的是65536，啊，那样的话位数就不对了。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啊，它的取值范围是0到61440，以4096的倍数来计算。你说我这儿写个1500，不行，写不上。这是第一个部分啊，叫做优先级。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是个 MAC 地址，它就是靠着 MAC 地址来保证你的 ID 是不重复的。因为我们原则上来讲，我们认为在一个局域网内，或者说在一个网络内 ，MAC 地址是唯一的，因为 MAC 地址唯一标识了一个终端啊。所以说我们一直认为 MAC 地址是唯一的。那么既然 MAC 地址是唯一的，就算你们的优先级相等，最终你拿到的 MAC 地址也会不一样，也能比出来。所以说，如果你特别的想让某一个设备成为根交换机的话，那么你就要去调整它的优先级。我说这个东西是可调的，但是 MAC 地址一般我们是不调的。啊，所以说在这个里边，你要调整它的优先级，比如说我把一台设备的优先级从32768调到4096，很明显这个数值要比别人小很多了。那么 OK， 你就直接成为根交换机。如果说啊你都不调，你说你们随便吧，反正你们自己选出来一个就行，对吧？大家都是32768的情况，那么就凭出身喽。谁的出身的这个 MAC 地址稍微好一点、小一点，是吧？谁就是一个这个根交换机，啊。那么在这个里边啊，这个 MAC 地址有的时候啊，特别是在不同厂商的这个设备在选举根的时候啊，是要拼爹的，是吧？因为这个不同厂商拿到的 MAC 地址的这一段是不一样的，前24 bit 是不一样的，有的厂商大，有的厂商小啊，所以说就能拼出来了。注意啊，生成数协议是一个标准协议，可以在不同的厂商之间完成一个互联。好，这是我们所说的生成数的第一步，选举根交换机。休息一下，选举根交换机。